就在9月初，中美洲萨尔瓦多正式将比特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比特币将可以跟美元一起并列使用。以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可以用比特币来显示，纳税可以用比特币来支付，而比特币的交易所也不用再缴资本利得税。究竟萨尔瓦多为什么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宣布将比特币作为合法货币的国家呢？他们是自找麻烦吗？其实这个时间点，我们正处在一个进步快速而且有很大冲击的时代。虚拟货币对金融的包容性和货币的多元化，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货币的主流。在另一方面， Pi Network 即将在年底上主网，它挟着高人气与实质的作为，目前已经有2500万活跃会员人数了。上主网后， Pi Network 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与冲击呢？你准备好要来因应了吗？大家好，我是 Paul， 这个频道是谈论有关手机赚钱 App 以及财富自由的频道。若你觉得内容还不错，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内容。也要提醒大家，本频道的目的仅在帮助取得信息和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人在投资之前应该审慎判断，谨慎小心。Pi Network 预计年底上主网了。上主网后会有6种方式能够让我们赚到钱，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个视频。这集要来谈谈 Pi Network 将会一点一滴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整理出5种改变。第一，生活会更加速进入网络化时代。相信大家对于网络革命是第4次工业革命的说法并不陌生。Pi Network 网络部件持续完备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发展速度前所未见。Pi Network 免费手机挖矿正在席卷全球，不仅活跃的使用人数已经达到2500万，预计将来会达到10亿人以上，所以它的生态系统也将会包罗万象，各行各业的人都期待在 Pi Network 的网络里面做生意赚钱或者消费购物，这将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的模式。无论是规模大小、广度宽度还是复杂程度，都跟人类过去的发展的历史变革完全不同。不仅仅我们的生产，还有消费会有不同，最后连经济形态和社会面貌都会改变。我们必须先做好准备，才能因应这股潮流的冲击。第二，生态集中与超大化。前面提到，所谓各行各业都期待到 Pi Network 做生意，这样会形成集中化的特色，而这个集中化会类似于我们实体上的商场，里面会有很多商店和公司，这个集中化程度会超过以往实体上各个商城。一般来说，一个商场里面商店家如果有超过1000家，就已经是很大的商场了。如果还有超过1万个商店的商场，这个大商场就不是普通的大了。然而对拍友来说，我们清楚知道，在 Pi Network 里面，未来可能超过1万、10万甚至100万商家，再加上统一使用拍币消费，这里将会建立一个超大而且集中的商城。第三，加速货币去中心化。在商城中， Pi Network 将使用虚拟货币或者叫做加密货币来进行消费和购物，而这个虚拟货币是属于去中心化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优点有交易速度快和手续费低，甚至于在某种情况下还免去手续费。过去我们的金融交易模式都是属于中心化监管的方式。我来打个比方，这种方式好比老王是我们的组长，他的手里面有一本账本，这账本记载着我们这一组的各项收入和开支。这个老王在现实生活中就好比是政府或者是央行，每个人的交易都要报告给组长，组长再把它记录下来。假如说张三煮了1碗面给我，我就报告给组长，我付了150元给张三。我帮李四搬家，他给我200元，这时我又报告组长，我收了200元，这样组长那边就会有我的交易资料。这样的架构前提是要确保老王是可靠的，值得我们信任的。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政府好像无法完全监管，这时就跑出来一个叫做中本聪的人，他设计了比特币交易模式，就是去中心化的模式。那什么是去中心化呢？用刚刚老王是组长的例子来说，去中心化就是没有了组长，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账本，都是在交易完成以后，每个人必须向所有的人广播，然后每个人再将交易记录放在自己的账本中，这就是去中心化的概念。
因为 Pi Network 有许多生态和庞大的消费人口，大家每次交易都会使用去中心化的拍币，这样会更加速货币去中心化的速度。第四，虚拟货币与法治货币并行。虽然前面提到交易速度快以及手续费低，甚至某些情况下还免手续费，货币交易将加速去中心化，但它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虚拟货币与法币将同时并存，交互运行。这时候，我们发现虚拟货币交易将会成为常态。在 Pi Network 生态中，交易是以拍币为主，法币必须转换为拍币才能交易使用。虽然这方面拍官方还没有公布细节，但是我们可以尽早因应。最好的方式是尽早开始免费挖矿。现在的拍币是不用去花钱购买的，所以现在就要开始来挖拍币，先为自己累积一些拍币的数量，将来要使用拍币时才不用花太多钱去购买。而这样的需求预计大约在年底的时候就会发生。第五，生活形态无国界化。未来的世界朝向无国界化，这里指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无国界，这些国土实际疆域还是会存在的。这里的无国界指的是生活形态。当 Pi Network 被许多人应用来购物、消费、商业活动，还有各种生活服务的时候，因为网络交易速度很快，而且这个商城应有尽有，我们可以接触各种文化的生活和各国的服务。这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缩短，彼此之间会有更多的了解。假如我买了一个景点 NFT， 若不了解 NFT 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影片，对你会有一些帮助。好，假设我透过这个Pi巨大商城买了德国新天鹅堡的 NFT， 因为上面对这个景点有解说，所以我很快就可以了解新天鹅堡的一些背景和文化，再加上我持有它，我就对德国文化会有一些亲切感，这样因文化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很多。基于以上5点，Pi Network 会给我们带来生活上重大的影响，我们想不到的事都即将开始变成进行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也基于这5点，这个频道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努力。我们需要文案、影片制作以及社群经营的人员。若感兴趣的朋友，请附上履历以及你个人对这3个领域的见解，请邮寄至这个信箱。若你还是没有安装 Pi Network， 还是要鼓励你能尽快的安装，然后开始挖矿。下载链接以及邀请码放在说明栏及第1个留言。你不一定要使用我的邀请码，但是请你要找一个可以对你负责的人来帮助你。若你已经有 Pi Network 手机挖矿，请持续挖矿下去，每24小时记得点亮闪电1次。年底很快就到了，马上就可以获得成果。若你喜欢我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我们下次再见。